大家好，我是戴镜子话筒拿了3偏偏。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瑞克莫蒂》第4季的第8集。如果说上一集大闹格罗索回归了瑞克莫蒂的本位，那这一集就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就连主创贾德汀罗兰都在推特上明确表示，本季是他的当季最佳。在这故事开始前，我请大家一起看一段9秒的短片。恭喜你们已经看完了《瑞克莫蒂》第4季第8集的全部内容，大家下期再见，拜了个拜。哎，不会真的有人把视频关了吧？我知道大家可能有点蒙圈，别着急，咱们先进正片。外公老白和外孙小黄驾着飞船来到了外太空某颗不知名星球的化工厂，准备进行一场肮脏的皮外交易。飞船在自动降落系统的帮助下安全落地。没错，整整4集动画过去了，虽然只是个画蛇添足的自动降落装置，但我们终于看到老白动手改造飞船了。我的青春结束了。在前往交易现场的路上，老白再三叮嘱小黄，尽管这次只是小场面，可不怕1万就怕万一，如果交易出现什么差错，就和他一起跳进强酸池里。等等，跳进强酸池里不就死球了吗？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请让老白、小黄带着一箱的红宝石和几个黑手党打扮的外星人碰头，交易起初非常顺利。黑手党拿了老白的红宝石，能卖一大笔钱，而老白拿了黑手党的蓝宝石，能造出更多的红宝石。你也许小赚，但我永远不亏。没想到黑手党翻脸不认人，拔枪对准老白。原来他们的蓝宝石是假的。尽管老白手拿高端武器，随随便便就打死了一个黑手党，但突然就放弃了抵抗，拖着小黄跳进了强酸池里，一堆白骨浮上水面，宣告让老白和小黄当场击毙。个屁！爷俩此时正在池底偷听上面的动静。原来老白早就把其中一个强酸池换成了一个冒着泡的绿色水池，还在池子里设置了呼吸机和假骨头，等他们跳进池子放出骨头，外面的人就会以为他们已经死了。这样做不用杀死敌人就能轻易脱身，简直是绝妙的点子。可惜黑手党没老白想的那么简单，他们被老白拉着亲外孙一起自杀的决绝深深震撼，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居然坐起来唠起了家常，从生活琐事到人生哲理，犯罪现场摇身一变成了故事会撰稿人线下交流会的现场。聊着聊着，他们居然想把同伙的尸体也扔进强酸池一并处理了。还好老白早就多备了一副骨架，可上面的人又担心融化了老白和小黄的酸液，腐蚀性不够强，说要用大耗子做测试。老白刚要现场来个骨雕手工直播，上面又换成了大铁勺，总之可把一层2把后够呛。终于黑手党要准备扔了。小黄终于忍无可忍，端出强酸石抬手便射，老白也赶紧补枪，送3个黑手党去见了上帝。返航路上，老白抱怨小黄太冲动，搞砸了他天牛凤的计划，而小黄则完全不理解老白脱裤子放屁的行为。老白一听就火大，我堂堂宇宙第一的科学家，你也配对我想出来的点子指手画脚？你那些点子才真是一无是处。就这样一路从外星化工厂骂到了家，老白骂得口干舌燥，小黄被喷得焦头烂额，终于忍无可忍，反驳道：我上次提起的电子游戏室保存装置就很酷啊！按照小黄的构思，只要有了这台机器，你就能在现实世界使用 SL 大法保存现实生活中的进度。如果事情进展的不顺利，就读取存档，回到之前的进度，让一切卷土重来。这功能我是越看越眼熟。不过小黄的构想再次遭到老白的无情嘲讽，因为老白不屑于玩时间旅行这种老掉牙的套路。没想到小黄居然使用卑鄙的激将法，老白说我才不吃这一套呢。老白加班加点，居然真的把保存装置造了出来。照顾到小黄的智商，装置的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遥控器上的红色按钮保存进度，蓝色按钮回到存盘点，但装置背后却隐藏着恐怖的真相。老白还特意问了小黄一句：你是要先听一听运行原理，还是直接开始爽？可小黄满脑子都是大胆的想法，那当然是爽再说。有了保存装置傍身，小黄就像变了个人，他变着花样搭讪女神，当众脱掉老师的裤子，避开本该发生的车祸，把轮椅上的老人推翻在地，出入女更衣室如闲庭信步，小到把纸团扔进垃圾篓，大到公然袭警，反正不管犯下什么错误，只要有保存装置，一切都能被修改到他满意为止。小黄玩得不亦乐乎，直到有一天，他偶遇了一位亚裔少女，没想到就此坠入爱河。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共同经历感情生活中的甜蜜时光，以及不可避免的磕磕绊绊、分分合合。在这期间，小黄居然一次保存装置都没用过。他11年的人生里，终于经历了一场完整的恋爱。我的青春又结束了。可惜好景不长，他和女友原本打算去阿拉斯加旅行，没想到飞机在半路上来了个死神来了第一步，整个断成2截，只有小黄和女友等坐在飞机前端的4个人幸免于难。但是他们的通讯设备连带着保存装置都留在了机尾，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甚至被迫吃死难者的遗体。看着女友日渐憔悴的面庞，小黄终于决定挺身而出。他一路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背包。可没想到，小黄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保存装置，因为上一个存档点是在和女友相识之前。一旦下按钮，他虽然100分能够获救，但人的感情也将不复存在。小黄选择利用最后的力气拨通求救电话。好在救援及时赶到，小黄和女友都活了下来。他们的感情经过这次劫难也愈加坚定，眼看着接下来2人就该商量婚姻大事了。小黄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这下他心态彻底崩了，冲向一脸蒙圈的女友，急于诉衷肠。女友表示十分感动，然后
小夫在挣扎过程中不小心碰到红色按钮，存了个死档，再也回不到认识女友之前了。这段感情彻底成为只存在于他脑海中的记忆。不愧是你家富贵，虽然最近戏份不多，但每次都能拿全场 MVP。上集让爷孙俩窜戏，这集直接把儿媳妇给摁没了。来，这是给你的奖励。不过这段坎坷经历教会了小黄很多道理，总是守着过去就不会有未来。正是因为了解前因后果，我们才知道何为自我。做事要是不承担后果，那就不能叫生活。是不是觉得这一集还挺治愈、挺鸡汤的？不好意思，这里可是 Rick and Morty。只见老白翻了个白眼，表示你能有所感悟的确很棒，但未免有点想多了。你的胡作非为还是需要承担后果的。原来所谓的保存装置根本不存在，这是一台空间抓取和传送装置。每当小黄按下红色按钮，装置就会抓取一个时间点，同时在无限的平行宇宙里搜寻与它相近的平行宇宙。当小黄按下蓝色按钮，它就会被传送到那一个平行宇宙中。看似是时间旅行，其实是空间穿越。而为了避免同一个时空里同时出现两个小黄，该平行宇宙中的小黄也会在他按下红色按钮的时候，直接就被这个装置放出的强酸给溶解。所以说，小黄按了多少次按钮，就有多少个平行宇宙中的小黄被他自己亲手杀死。听到这里，小黄的心态彻底崩了。他请求老白改变这一切，救救那些因自己而死的小黄。而老白也爽快地答应他，将这些平行宇宙都合并到现在的维度。他活罪可免，死罪难逃。小黄将为他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Come on with your hands up, you sick fuck. We're also fine with just shooting you if you want a suicide by cop. 称呼被各种组织围得水泄不通。哎，这位举牌老哥，别了也就算了，你的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正当小黄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强酸池赫然出现在门口。这下小黄全都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老白的报复，为的就是让小黄低头认错。如今骑虎难下，小黄也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强酸池，套上呼吸器，放出骨头，用开头的伎俩骗过了所有人，靠假死逃脱了所有罪责，却变相认可了老白的点子真是绝妙。等到人群散去，小黄终于能钻出强酸池喘口气了。没想到故事再次反转，只见老白掏出传送枪，开启传送门。原来他们现在所在的维度并不是主宇宙，也就是说，刚刚老白完全可以带着小黄一走了之。嗨，老幼稚鬼了。以上就是《Rick and Morty》第4季第8集的全部剧情。最近肯定有人说我的剧情解说过于简略，其实我一直都强调一点，这部动画一定要去看原片。现在国内的某视频网站就可以免费观看4季完整剧集，在网上简单一搜就能找到，非常方便。大家可以看完原片以后，再配合片面的视频梳理剧情、挖掘彩蛋，充分感受这部神作的魅力。好了，接下来咱们就进入找彩蛋环节，没兴趣的小伙伴们也先别急着关，没准看着就停不下来了。首先是本集标题 The White of Icy 的这个单词不会念，中文翻译为酸叶池的故事。致敬没有致敬。不光是标题，就连本集的摘要内容也是大兄弟，这就是和酸叶池有关的故事。好一句没有意义的废话。不过老白和小黄在工厂进行交易，最终被迫跳进强酸池的桥段，这进了DC漫画人气反派小丑的选故事《蝙蝠侠致命玩笑》。书中的小丑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努力求职却四处碰壁的喜剧演员。为了养活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决定参与一场抢劫。没想到在行动前得知妻子已经意外死亡，行动中他又不慎掉进化工厂的强酸池里，不光毁了容，整个人都陷入了癫狂。从此化身小丑成为了哥谭市最可怕的噩梦。老白特制的强酸池里肯定不会是强酸，根据老白自己的说法，池子里都是名为激浪的饮料。这款绿色饮料在美国非常流行，可引进国内后却难以撼动可口可乐和百事的地位，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和老白进行交易的黑手党，其中一位名叫马龙，再加上4人复古的装扮，以及手里酷似芝加哥打的击的武器，难免会让人联想到马龙白兰度主演的黑帮圣经《教父》。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实在太多，以后我可以单独做几期视频慢慢分析。返程途中，小黄的指指点点彻底激怒了老白，他不仅在奚落外孙，还举了2个已经发生过的冒险作为例证。其中烟黄瓜出现在第3季第3集。这一集中，老白为了逃避见习的医生，把自己变成了一根烟黄瓜，从零开始用蟑螂和老鼠武装自己，甚至还以烟黄瓜的形态开发出激光武器，在俄罗斯秘密组织大开杀戒的精彩故事。老黄强调这次冒险的原因是，这一段冒险的过程其实小黄是完全没有参与过的，但这一集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仅次于封神的第3季第7集。而小黄和龙的故事则发生在第4季第4集，小黄和一条银龙缔结契约，在魔法世界展开了一段冒险。老白可谓是教过书般的老傲娇了，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那一集就你玩的最爽。你看，还吧唧嘴咂摸呢。Unforgettable. 相信整集故事里给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老白为小黄制作的保存装置。鲁迅先生曾经大概在无意间碰巧说过啊，时间穿越是人类最大的浪漫，所以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出现过类似的装置。首先是瑞克莫蒂的老前辈飞出个未来。这部动画1999年在福克斯首播后，一度引起轩然大波，甚至瑞克莫蒂诞生之初还被科幻迷们质疑抄袭《飞出个未来》。在《飞出个未来》第7季第26集，也就是最终集中，设定和老白相似的休伯特教授制造出了时间按钮，能让整个宇宙的时间回到10秒之前。男主角弗莱也和小黄一样，存了个死档，永远被困在坠楼的10秒循环里。保存装置的造型也让我想起了亚当·桑德勒主演的科幻喜剧《人生遥控器》。
男主可以利用这台遥控器控制自己生活的时间，跳过琐事，直接快进到自己想要的时间段。比如你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按钮，你就会发现你的作业做完了，工资上涨了，还找到对象了，连身材都变好了。顺带一提，电影中的遥控器是克里斯托弗·沃肯亲手交给男主角的。克里斯托弗·沃肯总爱演这种帅高人的角色，有传闻称他就是瑞克·莫蒂真人版老白的最佳人选。我反正觉得有那味儿了。更神奇的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条拍摄于2015年的小短片，名叫《回到1分钟之前的时光机》，讲述一个老倒霉蛋为了撩妹，用时光机不断重复回到过去的故事。然而他和小黄一样，只知道爽，却对机器背后的运行原理一无所知。原来他每穿越一次，原本实验线的自己就会当场暴毙。Okay, wake up now. I've killed myself 16 times. 本集出现的保存装置的运作方式，包括它产生的副作用，以及小黄后来的坎坷经历，都和这部微电影一模一样。老白研制保存装置时，桌上出现了一台金字塔形状的可疑仪器，可能很多小伙伴怀疑这是在致敬怪盗小镇的反面 BOSS 比尔塞夫。很可惜，这回还真不是。主创曾经公开表示，只有独眼带钢帽的金字塔才是比尔塞夫，剩下的就只是金字塔而已。大家不要想太多了。小黄阴差阳错，居然遇见了真爱。他和女友经历了相识、相知、相伴，全程没有一句台词，纯靠音乐和画面推进。这样的形式让我想起了《飞屋环游记》的开头，卡尔爷爷回忆和妻子甜蜜过往的片段。当初第一回看，我就直接泪奔了。小黄和女友乘坐的飞机失事，在空中断成2截，幸存者们为了续命，甚至不得不吃死难者的遗体。这段剧情对应电影《天劫余生》，而且这部电影居然是根据真事改编的。1972年10月13日，赴智利比赛的一支乌拉圭橄榄球队所搭乘的飞机在安第斯山脉失事，20多位幸存者面对的不只是食物紧缺和极寒气候，还遭遇好几次雪崩。他们被迫靠死难者遗体充饥。终于在飞机坠毁的50多天以后，台北救援队发现，最终只有16个人走出了这块死亡之地。他们的经历被称为安第斯奇迹。然而他们吃人肉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广泛争议。尽管最终结果是被法庭判决无罪，但还是有不少人权学家和圣母们质疑他们的行为。我就笑了，真的是心里有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不靠吃人肉活下去，难道直接放弃求生，在雪地里和受害者们一起冻死吗？我看到的是一群充满了朝气和勇气的年轻人在灾难面前的团结一致。为了照顾到小黄和观众们的智商，老白在解释保存装置的工作原理时，拿电影《致命魔术》举例子。在电影中，主角狼叔也是通过制造并杀掉自己的复制人来完成瞬间移动。这部诺兰导演的电影背后还有更多可怕的细节，为此我之前还专门做了一期边缘悬设，有兴趣的小伙伴不妨去我的主页搜索观看。面对蜂拥而至的抗议者，小黄深感自己是无辜的。老白的吐槽，杰弗瑞·戴默也是这么想的，凶犯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杰弗瑞·戴默是犯罪史上最冷血、最令人发指的连环杀人魔，曾杀死并肢解17名男子。他会把有兴趣的猎物绑架，然后杀害、强奸，最终吃掉。在吃人方面，他也非常讲究，只会选择想吃的部位放进冰柜，其余的全部到特制的硫酸池里处理掉，堪称现代版汉尼拔。一场骚乱尘埃落定，爷孙俩将离开这个平行宇宙。没想到老白突然伤感了起来，因为在这个宇宙，约翰尼·卡森还活着。约翰尼·卡森是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他主持的《今夜秀》甚至被评为美国的国家情绪调节器。在他的节目上出现的嘉宾有约翰列侬这样正当红的新星，有罗宾·威廉姆斯这样的天才学大师，有3获格莱美奖的芭芭拉·史翠珊，甚至连尼克松总统都来当过嘉宾。可惜约翰尼·卡森于2005年因肺气肿去世，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现能够取代他地位的后来者。聊完了彩蛋，照例进入分析环节。这次我不谈关于因果和人生的深度话题，反正你们也不爱听。这回我想单纯地和大家聊聊制作组的魔鬼细节。首先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开头那9秒短片，一只老鼠被同类的骨头吸引，却被酸液腐蚀成一堆白骨。紧接着另一只老鼠又被它的骨头吸引，酸液、白骨、轮回、因果，是不是和本集主线剧情完全一致？9秒看完全片，一点毛病都没有。看完剧情部分后，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疑惑：老白爷俩是啥时候穿越到平行宇宙的呢？事情还得从发明保存装置时说起，在这里出现了第2处关键细节。老白哄骗小黄，说自己没能发明出保存装置，为了保住他一世英名，决定杀了小黄灭口。 Or maybe I'll just kill you. What? Because I fucking did it! 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此时已经死亡的小白其实是还有呼吸的。大家可以把画面放大慢放，身体确实在起伏。所以说小黄根本没死，只是陷入了昏迷。大部分人根本没注意到这个细节。老白不光骗过了小黄，连我们这些观众也被他骗了。从表面上看，老白按下按钮，小黄随即回到了几秒钟前。实际上，老白是用保存装置锁定了某个平行宇宙，我们叫它 X 宇宙吧。X 宇宙的小黄被溶解，紧接着主宇宙的小黄被传送过去。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在 X 宇宙中进行的，最后所有的平行宇宙都汇集到了 X 宇宙。第3处也是最虐的细节出现在最后，小黄被抗议者们团团围住，这时人群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是小黄在某个平行宇宙的女友。而此时所有平行宇宙都被聚合在一起，女友自然也恢复了那段感情记忆。不过紧接着他就亲眼目睹小黄跳进强滩时化作一堆白骨，女友当场泪奔。曾经相爱的2个人最终只能各自带着回忆生活下去，太虐了！大家请把泪目打在公屏上。其实就算他俩相认了，这段感情也注定没有结果，因为这里并不是爷孙俩生活的主宇宙，而是另一个平行宇宙。哎，
再来心疼小黄一秒。当然，偏偏很期待在后续的剧情中再次出现这个角色。我不管，有了他，小黄杰西卡再也不是我心目中小黄的官配了。总而言之，这期是我第一次被不凡的瑞克莫蒂中一段平凡的爱情故事所感动，尤其是看到小黄为了爱情挺身而出，真的泪目。也祝愿大家都能像我一样，遇到生命中对的人，拥有一段平淡但甜蜜的爱情。上期的视频在3天内就突破了10万大关，这次我要算了，还是要10万吧。只要点赞过10万，我就会继续追更瑞克莫蒂的下一集，他出多少我更多少。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明天见，拜了个拜。